我算是个喝茶长大的孩子，祖祖辈辈都靠着这片茶园。满觉陇出名主要是这满山的桂花树。我们家的茶园在桂花树下，这其实也是西湖龙井的核心产区。春天做茶，秋天打桂花，年年如此。清明前，茶树刚冒嫩芽，但是天气比较冷，生长还比较缓慢，能达到采摘的要求的这个芽叶数量比较少。一斤茶叶要几万个细嫩芽头才能炒出，一般高级的明前龙井都要卖到好几万。我们和这些采茶工都认识10多年了，他们是衢州人，也不差这点采茶的工钱，主要是这么多年下来的勤奋。到了茶季，他们就带着自己家的橘子一筐一筐的就来杭州帮忙了。采摘标准是完整的1芽1叶或者1芽2叶，长度要均匀一致。采摘的时候呢，要芽叶完整，在手中不可以紧捏。我们每天每一块茶园都要去检查采摘，那每天早上从6点钟采到天黑。就算是下雨天也是要采的，不然等这个叶片大了就老掉了。淋了雨水的芽叶，只要工艺到位，还是可以做出好的龙井的。鲜叶采回来呢，要先摊凉6到10个小时，然后才可以炒制。如何进行下一步呢？全部是凭的手感和观察。比如茶的脱水没有到位，那就没法去杀青，还要等它脱水。所以很多的茶都是在半夜里做出来的。杀青是第一步，通过高温炒压茶叶，破坏酶的活性，使茶叶保持固有的绿色，同时减少水分，使叶片变软。通常下锅的温度要在200度左右，看看我们师傅的这个手上的水泡就知道有多烫了。灰锅是为了彻底去除水分，进一步整形炒干。昨天的2青炒的比较干，所以水分比较少。下锅一定快速的要让它湿热氧化，把一直给它抓得很牢很牢的，要扣住。我有2把抓不住了已经。你戴手套没有？没有戴手套。因为这个青锅太干，温度湿度太小了。你不戴手套手吃不住的。是啊。这还不算是最后一步，之后还要过筛、挺长头、去沫、脱茶毫。现代人什么都求快，看到这个茶叶炒完了，就马上想拿来泡，其实这是很上火的。一般我们还要在石灰缸里退火才算完成。目前机器呢，有一些环节还没法超越手工，所以我们还是坚持每一步都是手工制作。好的西湖龙井是2头尖，中间鼓起的一个碗丁状，颜色呢是黄绿相间的糙米色。工艺到位的西湖龙井是耐得住100度水温的冲泡的。低温冲泡的好处呢，是为了掩盖部分的工艺的缺点，比如说青涩味。建议的茶水比呢是1比50。茶水分离的泡法比较适合多人饮用。茶汤的口感更加的细腻，可以感受到每一道茶汤里面香气和滋味的一个变化。全手工的西湖龙井冲泡10水以上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下降。好的西湖龙井2泡到3泡之后呢，它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兰花香，鲜爽醇厚的滋味，口舌生津，回甘也会非常的迅猛。我儿子现在还小，就是要看他以后感不感兴趣。感兴趣的话呢，这个茶园也是要传给他的。毕竟做茶这个事情强求不来，还是要靠热爱来支撑着的。